和尤昌发一起遨游音乐世界。创作者：尤昌发，制作者：谢朝忠。音乐的情绪。上回我们谈到音乐里情绪的表情，其实这是音乐史上蛮重要的问题。许多人都认为浪漫主义跟古典主义最大的不同，是古典主义严格的处理形式，而浪漫主义则形式很自由。其实这是错的。更不要说孟德尔颂非常的讲究形式，而舒曼常常被认为作品形式自由。对舒曼的这个看法当然是错的。音乐的形式从来不是一个规定。如果许多的作曲家有同样的形式，这个形式也绝对只是大概的轮廓，仔细的形式还是由音乐的内容决定，不会千篇一律细节都一样。好作曲家都会有自己的音乐感，而这个音乐感会使他找到适合表达他音乐的形式。舒曼的形式可能跟贝多芬或孟德尔颂不一样，但不代表舒曼不尽力找到适合表达他音乐感的形式。所以，没有自不自由的形式，只有是不是适当的表达了音乐感的形式。每一个时代都可能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形式的轮廓，但是作品不可能只是去填充现有的模型，而没有自己需要的形式。音乐的情绪，在莫扎特的歌剧或贝多芬的作品里，都主宰了驱使形式的力量，跟海顿的做法不一样。因为海顿是写出不同的组合，即使是他的音乐让我们有情绪的反应，一般而言他却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像告别交响曲这样的作品是有情绪的，但在他的作品里这是极少数，不是通则。这就是古典和浪漫最大的差别。也因为莫扎特的歌剧有那么多的情绪音乐，古典和浪漫时期事实上很难用时间画上差别。贝多芬的音乐更是如此，并不是每一个贝多芬的奏鸣曲都是像月光奏鸣曲的头一样，那么明显的有某一些情绪的。即是月光这两个字我们不一定同意，本来这个名字也是出版商拿来推销作品用的。